呀，可你这么帮我。不用客气，我看你这海报呀这么有创意，我待会儿就让同事给你放出去。那就辛苦你了。不用客气，我先走了啊。好。海风书屋，你也知道海风书屋？老乡啊！我已经在国外住了20多年了，时间过得可真快，这一转眼，慈恋也成立10年了。那么这次呢，为了更好、更快地适应国内年轻人的市场，我们决定，慈恋这次的大中华发展计划由我的女儿高慧来担任。在国内的珠宝行业里，我还是个新人，过去在国外参奖的作品不一定适合国内的市场，所以这一次我会先参加匠心年度珠宝设计师大赛，真的很期待和国内的新锐设计师们切磋，不知道会遇上怎样强劲的对手。谢谢。不好意思。喂，于先生你好，你找的 Miss J 已经到店里了。好，我知道了，谢谢啊。你有事儿啊？好好想想要赢我什么。吴老师，我还有点事，我就先走了，跟我先走了。其实珐琅工艺在中国早已有之，只是处在一个原始的状态。在外来工艺的影响下，珐琅工艺先后于13世纪和17世纪的初期逐渐发展起来，尤其是在15世纪的中期前后极为兴盛。在中国的悠久的工艺艺术史上，珐琅工艺可以说也是最年轻的工艺。我国史书上称其为佛朗线、鬼国窑，它主要是以你好，请问 Miss J 在哪儿？在那边3号桌。矿物质作为原料，经烧炼而成固态后呢，再经研磨成粉，然后呢将其填入画在器表的掐丝的花纹内。其中这个掐丝花纹一般是用铜丝，底胎也多半都是铜胎。填入之后呢，你干嘛抢我手机啊？开别人玩笑好玩吗？我们做什么了？你这是在侵犯他人肖像权，知道吗？没那么严重吧，哥哥？我们只不过是看你长得帅，想拍你几张照片而已。然后发朋友圈炫耀是吗？原来被你发现了，没劲。我们俩就是打个赌，看看这个海报是真的寻人启事啊，还是什么书店搞的活动噱头。我不知道，现在居然还有人用海报找人，这么老土的办法。哥哥，你以为你在拍电影吗？这么说，是你赢了？是啊，我赢了。我谢谢你，谢谢你相信我是真的在找人。那我只起诉他一个人就好了。不是，你不会真的要起诉我吧？我跟你开玩笑呢。很好笑吗？我在找一个对我很重要的人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故事也没说完，不知谁和我虚度这漫长时光。风吹过停留，吹走
雨伞，都是因为你让我等了又等，在这里遇见你。